什么是蝉呢？一条小鱼像一条大鱼这样问道：“我常常听人说起海的事，大鱼啊大鱼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海是什么？”你的周围不就是海吗？啊，但是为什么我又看不见呢？哦，海在你的里面，也在你的外面。你生于海，归于海，海包围着你，就好像你自己的身体一样。鱼相忘于江湖，人相忘于道术。人活在禅海之中，但是就不知道禅到底是什么。想知道什么是禅，请继续看下去。好。波浪的觉悟。小波浪，小波浪，你怎么不开心呢？哎呀，我好痛苦啊！其他的浪那么大，我又看见其他的浪又那么有力量，而我又偏偏那么软弱。哎呀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所以才有痛苦嘛。怎么不是波浪吗？不是的话，那我是什么？波浪只是短暂的现象，其实你根本就是水。水？当你认识清楚你的本体就是水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再为了波浪形体而迷惑，那么你就不会再觉得痛苦。我明白了。人会有痛苦，是因为不能够悟通人的本来面目是怎么样的呢？人是自私的，因为自己是自己的，继而就和别人比较，所以就有痛苦。其实人是属于大自然的一份子，想想是不是？杯茶禅里，嘿，一位学者向南隐问禅，南隐就以茶相待。他把茶水倒进茶杯，茶满溢出，但是他依然继续的倒。师傅，你的茶已经满了，洒出来了，别再倒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好像这杯茶一样，里面装满了你自己的看法同想法。如果你不把你自己那杯茶倒空了，那叫我怎么跟你讲禅呢？心中有自己的成见，就听不见别人的真言了。两个人的对话，多数都是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，结果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声音，那以外的他就什么都听不到了。倒茶吧。是。那。悟道的结果。自古以来，有很多人离开自己的家园和亲人，遁入佛门去参禅。他们不惜花费那么大的功夫去钻研禅究，到底能够得到什么呢？用这个问题去问那些已经悟道的禅师，他们通常都会这样回答：当人停止分别、妄想和思维活动的时候，理事二障也会随之而消失，那内心就会充满了安详。
那很自然就无处不通。以心传心。佛祖世尊在灵鹫山登上高座，准备讲道。忽然，世尊拿出一朵花，两眼看着众弟子的反应。众人都不明白佛祖的意思，而默默无语。只有摩诃迦叶尊者破颜微笑。我悟道的方法是看透一切，然后包容一切，以喜悦的心情去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。这种微妙的法门是超越了文字，更加超越数字理论。不可以用逻辑思考，而是需要用体会才会可以了解领悟的。刚才摩诃迦叶尊者已经领悟，而且起共鸣，所以我要将禅心传给他。禅就是没有污染的宇宙真理，跟没有污染的生命之心产生共鸣之后而有所领悟，并且持续没有污染的心而安然自得。把握现实。人生究竟有多长？有70年吧。回答错了，有40年吧。你也答错了，那有30年。也答错了。那人生应该有多少年才对啊？其实人生只在呼吸间。我们千万不要沉醉于昨日和明日的世界，而应该生活在今日的世界里面，应该随时随地体会到当前周边一切美好的事物。记住啊！迦叶是该，哎呦！世尊在灵山法会上把衣钵传给迦叶。阿难就问迦叶尊者：世尊除了传金兰袈裟给你之外，还传了什么给你呢？阿难，天都黑了，你去把寺前的叉竿收回来吧。我们要记着，平常心就是道，不要向着虚无缥缈的世界里面去找佛理，只要注意生活上的小节，在生活上去体验，那就行了，知道吗？
山和尚和一个年轻的和尚在路上遇见一位很漂亮的女子，在河边过不了河。让我抱你过河吧。师傅，真的很感谢你，再见。之后，他们两个就继续赶路了。我们出家人不是应该不近女色的吗？坦山和尚，刚才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哦，你说刚才那个女人呐，我早就把她放下了，怎么你还抱着她呢吗？啊！渡人过河的和尚心中并没有抱持女色，他坦然无牵无挂，一直抱着女色的，正是那个小和尚呢。天堂之门！哦，哎呦，哦。有一位将军向白隐禅师问道：“我常常听人说天堂和地狱，我很想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天堂和地狱的呢？”那你是干什么的呢？我嘛，我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呐。是哪一个笨蛋请你做将军的？你看来倒像是一个屠夫啊！你说什么？我宰了你！地狱之门由此打开。对不起，请大师原谅我的失态。天堂之门由此敞开。天堂、地狱并不存在死后的将来，而是在现在。善恶是一念之间，天堂、地狱之门随时会为你打开啊！哈哈哈哈呆头大官，大鱼和鱼塘两位禅师被邀请去见一位想学禅的大官。啊，大人呐，你天性聪明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学禅的。你胡说呀！这个呆头虽然居高位，但是对禅一窍不通啊！在下已经听了两位大师的高见，我已经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结果这位大官不但没有为鱼塘建庙，反而为大鱼建了一座庙，之后还跟大鱼学禅呢。大鱼没有因为对方是一位大官而隐藏真相，更直指事实，结果受到重用，不受外相迷惑，心中没有善恶二元的境地，这才是接近禅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有人问一位禅师：“那些和尚在100年之后会到哪儿去呢？”都是为驴为马。啊？那之后呢？之后就我入地狱。和尚属于大善知识，他们又怎么会入地狱呢？我不入地狱，那又找哪一个到地狱教化你呢？如果只是把佛供奉在清洁的地方，那好像一些污秽的厕所，难道就没有佛的存在吗？佛是无处不在的，天堂有佛，
但是地狱不是一个更需要佛的地方？哈，墨竹、猪竹。啊？有人请了一位画家画一幅竹。太好了，画得太好了。但是颜色用错了，用了红色来画竹子。那么你想用什么颜色来画竹子啊？当然是黑色了。但有谁见过黑色的竹子呢？当你指责别人错误的时候，可能你自己抱的观念也是错的。不过你不知道错，还以为自己是对的。生死有序。哦，诶，有一个有钱人向仙崖和尚求墨宝。大师啊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请你来写一些吉祥的好词儿，你为什么跟我开这个玩笑呢？你在诅咒我吗？这些不就是吉祥好词吗？有什么不对呀？你想想啊，假如你的儿子先你而死去，那你一定会十分悲痛的。假如你的孙子比你儿子先死，那你父子也是十分悲痛啊。假如你的家人一代一代都是依我写的次序死，那么就叫做享尽天年，这些才是真正的兴旺。你说对不对？有道理。生为徭役，死为休息。死就好像一个游子回到家里一样，人人能享尽天年，按次序死，那就是最大的福气了。不语句。4个学僧互相约定，在静默打坐的7天之内不可以开口说话。第1天，他们都静默不语。但是到了深夜，烛火忽明忽暗。哎呀，烛火就快熄灭了。我们不是应该不言不语的吗？喂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在说话吗？原来只有我没有说话。很多人在告诫别人、指出别人错误的时候，其实很可能他自己也抱着同样的错误，所以千万不要学他们。一切皆空。铁舟到处参访名师。有一天，他来到相国寺见独圆和尚。为了表达他的悟境，他十分得意地说：“心、佛以及众生3者皆空，对不对啊？”
现象真性是空，无物、无迷、无圣、无凡、无失、无受。哎呀！你干嘛打我呀？既然一切皆空，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大的脾气？无善无恶，不受苦乐，一切皆空。连这句都不会跟人说，铁柱拥有的只不过是一句朗朗上口的口头禅罢了。佛在家中。杨府离别双亲去四川拜访无忌菩萨。你要到哪儿去呀？我现在要去拜无忌菩萨为师。你既然这么辛苦的去找菩萨，不如回去找佛吧。我上哪儿去找佛啊？你回家的时候，如果看见有个人身披毛毯，反穿着鞋子出来迎接你的人，他就是佛了。是。他依照吩咐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了。他母亲听到儿子在敲门，高兴得来不及穿好衣服，就披着毛毯，拖鞋也穿反了，冲去开门。杨福看见了，立刻大悟。发自内心的善念可以让我们摆脱我们小我的躯壳，它就像蛙声一样，让我们能够大彻大悟。听了就要记住啊！指月的玉语，无尽藏尼向六祖慧能这样说：我研读《涅盘经》很多年了，但是仍然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请您不吝赐教。我是不认识字的，请你把经文读出来，或者在下可以为你略解其中的真理也说不定啊。你连字都不认识，你怎么会了解其中的真理呢？哎呀！真理和文字是无关的，真理就好像天上的明月，而文字就好像你我的手指。手指可以指出明月的所在，但是手指并不是明月，看月也不一定要透过手指啊。嘿嘿，语言和文字只是借用来表达真理，也只是帮助你达到悟境的舟居。误将文字当为真理，那不是误把手指当成月亮一样那么可笑？哎呀！迷途的学子，盘龟和尚在一次进修会中向弟子们讲道：嘿嘿，终于人赃并获了，这次抓到你偷钱了吧？这次你怎么说也逃脱不了了。原谅他吧。不行，他已经偷了很多次的钱了，这次怎么说也不可以原谅他了。如果这次你不把这个小贼开除的话，我们就集体离开这个地方。你们都是明智的师兄，知道是非，但是他连是非也分不清楚。如果我不教他，又有谁教他呢？我要把他留在这里，就算你们全走光，我也会一样这么做的。听了这番话之后，那个偷窃的和尚跪在地上，从此洗心革面，悟出了是非善恶了。
100只羊跑掉了1只羊，牧羊人很匆忙地去到处寻找那只跑掉的羊，而把其他的99只留在旷野上，帮助最需要帮助的，那是应该的。强盗的觉悟。有个强盗抢劫七里禅师，快点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，要不然的话要你的命！那些钱就在抽屉里面，你自己去拿吧，但是留下一点给我就行了。哇！拿了人家的东西就应该说声谢谢呀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那谢谢你了。后来这个强盗被捕快抓到了，他是不是抢了你的钱呐，七里禅师？他没抢我的钱，那些钱是我给他的，他还谢谢我了，那不算抢吧？这个人复兴期满之后，立刻叩见七里禅师，求禅师收他为徒弟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是很难做到的。是什么力量让这个人放下屠刀？你能猜到吗？就是爱心啊！师傅，放下屠刀也要小心，不要乱放才行啊！哦，罪过，罪过！哈哈，说是一物击不中。你觉得这曲子怎么样啊？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曲子是表达些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于是他就从头再弹奏一次了。这样就是这首曲子的真正意义了，知道了吗？用言辞去解释，答案一定会有所偏差的。问题本身就是最完整的答案，记住了。哑巴和鹦鹉。老师啊，老师啊，当一个人感觉到，但是他就说不出来，那这个人他像什么呢？就是哑巴吃蜜喽。当一个人并没有感觉到什么，但是就说的有声有色，那他像什么呢？那就像鹦鹉学舌，就好像他一样。西禅要好像哑巴吃蜜一样，心中有所得，而不足与外人道。最糟的就是像鹦鹉那样，心中无所得，只是在嘴巴上胡乱地说。这些我们就叫它是口头禅了。啊！茶杯禅理。一休禅师有一天摔破了一个茶杯，这个茶杯是他的师傅非常喜爱的稀世之宝。师傅啊，人为什么到最后一定要死呢？
这些都是自然的事，世间万物都是有生有死的。老师傅，那我告诉你吧，你的茶杯死期到了。人生最可贵的是生的过程，有生自然会有死，能看透人的生死，自然也能看透物的生死。师傅啊，你最心爱的茶杯已经死了。啊！不识头衔。大将军北元和东福寺的住持是多年的好朋友。大将军北元求见。我不认识什么大将军呐。师傅啊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这位将军，师傅请你回去，因为他不认识什么大将军。那麻烦你再通报一次，就说北元求见了。好吧，那我再试一试吧。哦，原来是北元你呀，那请你进来坐吧。名声、地位、成就、财富，常常会蒙蔽着人心里面真实的我，那么就好像游子迷路一样，回不了家了。你们千万不要学他，知道吗？物我对立。有一个军医跟着军队出征打仗，在战场上救治受伤的士兵。每当他的病人痊愈之后，又会再次投入战场作战。冲啊！驾！驾！于是再一次伤亡。这种情况反复多次之后，他终于崩溃了。如果他命中注定要死的，又何必要我来救他呢？如果我的医疗是有意义的，那为什么他始终都要战死呢？我想不通啊！他不明白做军医有什么意义，心里面乱得没有办法继续行医。于是他立刻上山找一位禅师。跟随了禅师几个月之后，他终于想通问题了。他又在下山行医。他说：“因为我是个医生啊。”不要把自我放在所接触的事物之中，也不应该把事物和自我对立，那么就无所谓主观，也无所谓客观，无我无相而法相宛然，这才是智慧的领域。阿弥陀佛。天亮了，师傅走。嘿嘿，哈哈。言过其行。有个有钱的老太太，她经常到庙里进香，每一次在佛前顶礼的时候，都会这么说：“我已经1把年纪了，您要什么时候来接我走都可以。南无阿弥陀佛。”我要捉弄他一下。我已经1把年纪了，您要什么时候来接我走都可以。南无阿弥陀佛。老太太，不如今天晚上我接你走吧。哎呀！结果这位老太太就被吓死了。
色彩动人的言辞会失去朴实，导致散乱。唯有言行一致，才是一切修身的基础。哈，嘿，嘿嘿。你好吗？你好吗？山谷之音。你好吗？哦。有一位修行者到山中拜访禅师，请教禅的入门。你来这里的时候有没有经过一个山谷啊？有啊。那你当时有没有听见山谷的声音呢？我听到了。那么你由听到山谷的声音的地方进去，就是望禅门之路了。花开有花开的好，花谢有花谢的美。能体会到周围各种情况的美好，你将进入禅的大门了。命运在自己手中。50号有一位将军率兵要跟实力比他强10倍的敌人打仗，在带队前进的途中，他下马向路旁小庙朝拜问卜。现在我就用这个钱问卜，如果正面向上，就表示我们会赢；如果正面向下，就表示我们会输。现在命运操纵在神的手里面。决战之后，果然把强大的敌人打败了。这些是神的决定，谁也不能改变。是吗？将军拿出问卜的铜钱，两面都是正面。天对万物都是一视同仁，并不会特别帮助任何一个人。能帮助自己，就只有自己帮自己。哎呦，惨了，帮不了自己了。哎，越急越慢。有一个少年到山上请一位艺人传教剑法。师傅，假如我努力学习，要多久才可以学成呢？我想学10年就差不多了。家父年事渐高，要我服侍他。假如我加强训练练习，我又需要多长时间才可以学成呢？师傅，那么大概要30年吧。你刚才说10年，现在又要说30年，我不惜任何代价，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学成。师傅，如果是这样，我看要学70年才行啊。急功近利的人，大多数是欲速则不达。平常心是道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们一定要记住啊！将军的古玩。有一位将军在家里欣赏他的珍藏古玩的时候，哎呀，真的好险呐！我带领1000万大军出生入死，从不害怕，但今天竟为一只碑而就惊慌。他终于悟通了，有了爱憎之心，才会有惊骇。
于是他随手就将杯子摔了。有了得失之志，有了得失之心，就会有悲欢喜乐。人应该要超越善恶，得失随缘即是福，随缘吧。哦，啊，狮与兽。哎呦，哎呦！我也老了，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，现在就交给你，表示由你继承吧。我接受你不立文字的禅，我是喜欢它的本来面目的。这本书你还是自己保存吧。这本书已经传了7代了，你还是拿去作为承受衣钵的标记吧。那好吧。你干什么呀？你这个可恶的东西！你才可恶呢！你现在说些什么？知与行因合而为一，讲学而不身体力行，正如不懂佛理而智慧不求甚解的念经，善哉善哉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嘿嘿嘿！哎呦，知音人！伯牙擅长古琴，钟子期善于听琴音。每当伯牙弹出高山之音的时候，好像泰山一样高壮。而当伯牙奏出流水之曲的时候，真的很动听啊，就好像长江黄河一样澎湃悠长啊。后来钟子期病死了，伯牙从此再也不弹琴了。他还将琴弦割断，从此之后，断弦便象征了知音的丧失。知音难寻，知音人死了。伯牙虽然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但其实只剩下半个人罢了。盲人不知灯灭。有一位盲人跟朋友辞别的时候，他的朋友给了他一盏灯笼。我不需要灯笼啊，无论是明是暗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。谢谢你了。这一点我知道，但是如果你不带灯笼的话，人家可能会撞到你的。那好吧。哎呀！难道你看不见我这个灯笼吗？啊！老兄啊，你的灯笼是熄灭的。抱着别人的观念而想照亮别人，就像盲人掌灯，灯早就不亮了，但是自己一点也不知道。嘿，哈哈哈哈值钱的东西。有一个小偷到梁宽禅师的茅庐偷东西，结果发现没有一样是值钱的。你远道而来，我不应该让你空手而回呀！你就把我的衣服拿去吧，啊！啊，可怜的人呐，很可惜，我不能把这个漂亮的月色也送给他呀。啊！一般人只会追求名利，
其实天地之间，你拥有的何其多，星、月、山、水，一花一草都因你而存在。哈哈哈哈哈！一棵草，一滴露。啊！移山禅师洗澡的时候，因为水太热了，就叫弟子用冷水调和一下。行了，加这么多水就够了，温度刚刚好啊。笨蛋呐，大小事物各有用处，为什么不善用它呢？将这些水淋树也可以啊，水也可以活着啊。怎么不拿这些水去淋花草呢？为什么要浪费寺里的一滴水呢？小和尚也因此开悟了，于是他取法号为滴水和尚。万物皆有所用，无论生长得多么卑微，多么卑下，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，自己的一席地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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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哎呦，不会任何。啊！你们说那个人站在山上干什么呢？我们过去问问他吧。哎，你站在这里等朋友吗？不是啊。那是不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呢？不是哦。啊，你一定是在这里看风景了。也不是。既然什么都不是，那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我只是站在这里。哎呀！一般人都是活在二元世界里面，于是就有得失了。景色美，我愉快；景色不美，我失望。试试超越这个二元世界，你猜行不行呢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有个人在荒郊遇到一只老虎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跑到一个悬崖，双手攀着野藤，只见老虎仍然在下面张开大口在怒吼，而上面有一只白鼠和黑鼠正在那里啃枯藤。哎呦！忽然，他看到一粒鲜美的草莓，于是他把草莓放进了嘴里吃。好鲜甜呐！不思过去，不思将来，体验珍惜现在，随缘就是福。心中的大浪。有一个名叫大波的摔跤高手，他不但体格强壮，而且精于摔跤之道。他在私下较量的时候非常的厉害，连他的老师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是正式比赛的时候，他就差劲的连自己的徒弟都打不过。好啦，胜负已经分了，大伯你输了。于是他只好到深山求教禅师。你叫大波吗？那你就想象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波浪，可以横扫一切、吞噬一切的狂涛巨浪，而不是一个怯场的摔跤手。你只要那么做，在不久将来，你就会成为全国最伟大的摔跤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打败你的。于是大波在寺里面打坐，尝试把自己想象成巨浪。开始他杂念横飞，但是没过多久，他对波浪越来越有感应了。夜越深，而波浪就越来越大，波浪卷走了花瓶、佛具，
波浪淹没了佛像，淹没了佛堂，海潮腾涌，最后连整座佛寺都被淹没得看不见了。你终于做到了，醒来吧。好，现在无论什么事都不能烦扰你了，你可以像波浪一样横扫一切了。谢谢师傅。从此，大波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就会将自己幻想成波浪。从此以后，他成了全国最厉害的高手，没人能击败他。你只要以一种绝对直接的方式去反映某一个情景，你就会变成那个情景，而那个情景也会变成你了。啊！因为我在。哦。有位年纪很大的老和尚在烈日之下晒菜干。你今年几岁了？68岁了。你为什么那么辛苦在这里做事呢？因为我在这里啊。但是也不需要在太阳底下工作呀。因为太阳在那里啊。天地日月，恩泽万物，但却为而不持，功成而不居。人勤劳工作而不抱怨，乃是与天地日月结合为一啊！啊！色即是空，哎呀！义中和尚是个有名的画家，请你画出直指人心、见性成佛这种境界的心吧。好啊。你在干什么呀？画好了，这个就是心啊。那么这个见性成佛的性是不是同样可以画出来呢？你先把性拿出来给我看看，我才能帮你画。自信是一切具足，没有欠缺的。那个人的自信要靠自己去发现，因为没有一条路可以从外面通向我们自己的自信。成佛成魔一念间。有一位绰号哭婆的老婆婆，她不但下雨的时候哭，晴天她也哭。老婆婆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哭啊？因为我有2个女儿，大女儿是卖鞋的，小女儿卖雨伞的。天气好的日子，我就想到小女儿的雨伞一定卖不出去；下雨的日子，我就想到大女儿，下雨一定不会有客人上门买鞋。其实你应该这样想，晴天呢就想到大女儿的生意会很好，下雨的时候小女儿的雨伞一定卖得很好。从此以后，整天哭的老婆婆不再哭了，无论晴天雨天都是笑口常开。即心即佛，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喜是忧，完全在于你站在哪一个角度去看那个事情。
人用心若镜。有一天晚上，大憨和尚一个人在方丈房里念书。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来要命的？我只是想要钱，你把钱拿出来，我就不会伤害你。那你把钱全部拿走吧。等一等，麻烦你出去的时候帮我把门关好，以免其他小偷无故的走进来。后来，这个强盗跟别人说：“我打家劫舍那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一次好像这次令我胆战心惊的，真是吓坏了我。”风来宿竹，风过而竹不留声；雁渡寒潭，雁去而潭不留影。事来了，以本性对应；事去了，心随空。山径不变。有位将军，他经常在战役中奋勇杀敌。他年老的时候，因为感到世事变幻无常而遁入佛门。
经常有人问他：“将军，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？”山河山境是千万不变，变的只是我的心。知人用心苦静，不将不迎，婴儿不藏，所以应该做到做将军的时候做将军，做和尚的时候做和尚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为顺相争视为心病。惠春尼姑长得很漂亮，在一个禅会里面，有一个和尚偷偷爱上了她，还写了一封情书，要求私下的约会。第二天，禅师说法完毕，惠春站起来，对着给他写信的和尚说：“如果你真的好像信里写的那么爱我，现在就过来拥抱我吧。”内心如果夹杂着两种概念，就会因为矛盾而破坏了内心的统一和安详，所以应该做到当取即取，当舍即舍。死后何处去？以禅而言，此心即佛，这个说法对不对？如果我说是，你将以为你不会而会；如果我说不是，那我跟大家所熟知的事实就有所相违背。那么悟透的人死了以后会到什么地方呢？我不知道。怎么会不知道？因为我还没死啊！哈哈哈哈！生时应以生的立场去享受生的美妙，无需要担心死后的世界。今日就以今日去过活，不要为明日忧愁，因为明日自有明日的忧愁。无剑之剑。有一个剑侠，剑术非常高明，江湖中没有人能抵挡他的3尺清风。到他晚年的时候，已经达到神武不杀的境界，因此身边从来不带佩剑。师傅跟我说过，他全身无处不是剑锋啊。我们来试试他好不好啊？杀呀！只见他一回身，把草席轻轻一捞。如果想要得到深刻的修行，心要如明镜止水，那么面对世事的突然变化，自然可以在胸襟中浮现应对的方法，物来顺应。看好！哎呀！轻轻扇一扇，炉火又起焰。大慧果禅师在山林里面修行，有一位退役的将军有意跟随他出家当和尚。让我把自己的坏习惯除尽，然后再来追随师傅吧。师傅啊，我已经除尽自己的心头杂念，特来参禅的。缘何起得早，欺与他人眠？啊！何方秃僧竟敢在此胡言乱语？你现在出家还是太早，回去再多修几年吧。回去吧。啊！言与行是人内在思想表现于外的两面，但是一般人往往言过其行，甚至言而不行。
魔由心生。有个和尚每次入定都遇到一只大蜘蛛来骚扰他。我每一次入定，那只大蜘蛛都会出现，无论我怎么赶它走，它都不走。师傅，我怎么办呢？如果这样，那你下次入定的时候拿一支笔，如果那个蜘蛛再出来，你在它肚皮上画一个圆圈做记号，看看它是何方的神圣吧。和尚听了就照办。当他在蜘蛛的肚皮上画了圈以后，蜘蛛就走了，他也安然入定了。等他出定以后，他竟然发现那个圆圈就在自己的肚皮上。人生往往会遇到很多的困扰和烦恼，其中最大的困扰往往就是他自己。贫与富。有一个农夫在山中挖了一尊价值连城的金罗汉。哇，金罗汉！哎呦，最少要用100斤的黄金才能打造。这次我们一生也不愁吃喝了，发财了。他的家人和亲友都替他高兴，但是农夫依然闷闷不乐，整天愁眉苦脸地坐着思考。喂，你已经发财了，成了富翁了，怎么还忧愁啊？哎，很忧愁啊，因为我还不知道另外那17座罗汉现在在哪儿啊。贫穷和富有不在于金钱的多寡，而是在于他知不知足。不执着两边。有个有钱人，他虽然非常有钱，但是生性吝啬，从来不肯花1文钱。有一天，墨仙禅师去拜访他。假如我的拳头永远都是这样，你会怎么去形容呢？畸形喽。那假如我的手永远都是这样，始终不变，你又怎么样形容呢？一样也是畸形喽，不是啊？只要你多点去了解，你就是一个快乐的有钱人了。从此，这位有钱人就变得豁达了，不仅节俭，也懂得施舍和花钱。一切相对的好恶，有无、利害、人我等等，都是分别心，才一起见就违背本心，就落在两边了。而禅正是中义不利的。不变应万变。有2座禅院比邻相居，各有一名小沙弥，其中一个每天到市场买菜的时候，总会碰到另外一个。你现在到哪儿去啊？嘿嘿，我的脚到哪里去，我就到哪里去。嘿嘿。啊？下次他仍然这样回答你呢，你就问他，如果没有脚，你又到哪儿去呢？这样问他一定答不上了。去哪儿啊？风到哪里，我就到哪里。这次舌战又输了，他不讲脚，他讲风了。那下次你就问他，假如没有风，你又到哪里去呢？好啊。你现在到哪儿去啊？我现在要到市场去买菜呀。哎呀，又输了，他怎么这样回答啊？以变质变，将越逐越远；以不变应万变，变的伎俩有尽，不变的方法却无穷。
有一天晚上，药山和尚登山而行，突然间风吹云散，看见了月亮，药山不禁哈哈大笑起来。笑声传到10公里以外都可以听见。昨晚突然传来一阵阵的笑声，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呢？是，那阵笑声我也听见了。你们昨晚听到的笑声，就是我们的师傅在山顶上大笑的声音。人在任何一个场合之中，只要忘我，就可以与静合而为一。药山的忘我大笑，就是与天地的合而为一体了。哦，嘘，嘘，禅不可说。药山禅师很久没有讲座说法了。师傅啊，所有的弟子好像都很希望听到师傅你的教诲，你可不可以出去教教我们呢？好吧，你去打钟，叫大家到大殿听法吧。师傅啊，你怎么连一句话没说就走了？讲经有讲经的法师，说戒有说戒的律师。我是禅师，而禅是不需要讲的，讲了也没有用。你们怎么能怪我呢？禅不属于过去、现在或者未来，这就是它的本性，它是不可以用言语来表达的。哦，云在天，水在平，文豪李敖来拜见药山，药山正在念经，没有回头看李敖。与他见面还不如闻名。李居士，你只是相信你的耳朵，但是你就轻视你的眼睛了。很抱歉，是我失礼，请师父原谅。法师，你认为怎么样才能算是道呢？云在青天上，水在水瓶中。不需要去计较云将会变成水，或者水将会变成云。是云，就以云的立场在天空逍遥；是水，就以水的立场安逸自在。好雪片片不落别处。唐居士探访药山和尚，告辞的时候，药山请禅客送他们。你们两个带我送客人出去吧。是。好雪片片，每一片都落在应该落的地方，真好啊！那是说落在哪里呢？好像你这样明眼而如瞎，冷眼而如哑，这样的人竟敢称为禅客，你自己说有没有冤枉你啊？天下万物，无论大小贵贱，皆有其容身之处，各有各的位置，恰到好处。若问为何，
本来如此。赵州石桥。哎呀哎呀！传说河北观音院有一座非常出名的赵州石桥。听说这里有座赵州石桥，但是我只是看见一座独木桥。石桥到底在哪儿呢？你只看到独木桥，就看不见赵州石桥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赵州石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渡驴渡马，渡一切迷茫众生。有形的独木桥只能渡人一时，无形的赵州石桥，它是以菩萨的慈悲心，默默地以身承受驴马的践踏，普度众生。我喜伯。有一个人到了观音院出家，并且见到了方丈赵州。弟子第一次来这里，请师傅教我怎么修行吧。好吧，那你今天吃了粥没有呢？我吃过了。是吗？那么你先过去把那些碗帮我洗一洗吧。哎呀，领悟、修行跟日常行动都是属于同一件事情。要能够确认领悟到这种真实，并加以维持，这才是修行，而不是因为修行才能够领悟。你知道了吗？还有很多碗呢。如何修行？我向您请教一下，修道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哈哈，就好像我这样咯。大师，怎么原来您还需要修行的吗？哦，修行无非就是穿衣服、吃饭。这些只是日常琐碎的事，究竟什么才是修行呢？哎呀，这些不是修行，那什么才是修行啊？修行就是指寒暄、洗脸、吃饭等细节，也需要诚心诚意，每日奉行，诚意地完成每一件事，而使之与真理产生共鸣啊！哦。柏树子成佛。老师啊，我有件事要请教您，到底柏树子有没有佛性啊？当然有了。那要多久才能成佛呢？等天上掉下来就可以成佛了。那么天到底什么时候才掉下来啊？要等柏树成了佛之后就可以了。哎呀，佛性就是万物存在的本性，禅的真意就是通关全宇宙的存在和真理合一。这个真理1万年前已经有了，1万年以后也一样不会变的。多归于一。宇宙的万物道理是归于一，而这个一到底归到哪里呢？
我在青川做了件布衫，一共有7斤那么重。宇宙万物虽分身百亿，各异其态，但其实都是宇宙本身。一和多是相容的，如果多归于一，那么一也归于多。因此，宇宙中任何微小事物也会归于一啊。哦，如何是赵州？赵州年老的时候，一直定居在赵州城外的观音院。我想请教，什么是赵州啊？就是东门、南门、西门和北门呢。赵州的禅风就好像赵州城门一样，四通八达，从任何一方都可以进去。有黄金的话可以取走，要看随便你看个够啊！赵州问赵州：“啊，你到底说什么呢？”婆婆啊，我要去赵州，请问应该怎么走啊？你一直往前走，不是向西，也不是向东。半路上有个老婆婆，好像深得禅的三昧呀。等我去考考她。婆婆，我要去赵州，请问应该怎么走啊？你一直往前走，不是向西，也不是向东。嘿，她根本就不懂，赵州分明就在她的面前嘛。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是不能够适用于每一种状况的。生命的真理也就是移动，那移动也就是变了。没错，生命的真理就是不断的在改变嘛。庭前柏树子。哎呀，不是说庭前有一棵柏树的吗？哎呀！请问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佛法的大义呢？就是庭前的柏树子啊。哎呀，请你不要用一些物件来做比喻了，好不好啊？我并没有指明物件呢，怎么你这么说呀？那什么才是佛法的大义呢？不就是庭前的柏树子吗？翠绿的山是清净的生命，溪水声音就好像佛在说话一样，通过溪流声，柏树和全宇宙的生命产生共鸣，并合而为一。无法代替。请问什么是禅学的大义呀？我也很想告诉你的，但是我现在要去小便，没时间跟你说呀。你好好想想，这种小事都要我亲自去做才可以。请问你能不能带我去做呢？啊？不通生死大事，只有依靠自己。
别人是代替不了的。抱着别人的观念，就好像鹦鹉学舌一样，虽然会说话，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不吃一物。我抛弃了一切，两手皆空，心中坦荡荡的来到这里。那你就应该放下，知道吗？啊！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我连一物也没有了，到底我要放下什么呀？啊！既然是这样，你就该带着它。不持一物，就应该连这个不持一物的观念也要舍弃。既然那么重视不持一物，那就永远无法达至倾城的心境了。我喝茶。哦，哇，好烫啊，好烫啊！哎呦，这个地方，请问你以前有没有来过的？我以前来过这里。那你进去先喝杯茶吧，随便吧。是。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。哦。那你也进去喝杯茶，不用客气啊。好。来过也是去喝茶，没来过也是去喝茶，究竟是什么意思嘛？院主，你叫我有什么事啊？请你进去先喝杯茶吧。来过也好，没来过也好。赵州也是没有分别的，请他们喝茶。虽然一杯茶只是平常心的表现，但却是禅的关键所在。德山宣鉴，四川剑南人，俗姓周。从小出家就博阅律藏，精通《金刚经》，世人都称他为周金刚。后来他听说南方禅学卓越，就大为气愤不平，决心到南方挑战禅宗。这伙南方小鬼竟敢说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我一定要去捣毁他们的巢穴才行。于是他背着青龙书抄，从四川走向湖南。半路上，他遇到了一个卖饼的老婆婆。老婆婆，你卖2个烧饼给我充饥可以吗？你背着的是什么书啊？这本就是《青龙书抄》啊。里面讲解的是哪本经啊？是《金刚经》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能回答，我就免费供奉点心给你。好啊，好。《金刚经》里面说过，过去之心不可得，现在之心不可得，未来之心不可得。不知道你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啊？我答不上来了啊。对不起，点心不能供奉你了，你到别处来吧。德山只好饿着肚子去找龙潭。我早就想往龙潭，但是当我到了这里，潭不见了，龙也不见了。你已经到了龙潭了。
德山默默无语，决心住下来，随侍在龙潭左右。夜已经深了，你还是回禅房睡觉去吧。哎呀，外面黑漆漆的。我给你一个火种。好啊。龙潭突然把烛光吹灭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德山大悟了。第二天，德山把青龙书抄在法堂上烧掉。琼珠玄变，若一毫置于太虚，皆是枢机，似一滴投于巨壑。当外在的光亮熄灭，内在的光就会射出它的光辉。当依赖的对象失去以后，自己的潜能才会发挥。阿弥陀佛。临济宗的祖师临济义玄。临济是山东曹县人，俗姓邢，幼年便立志出家，虔诚求道。20岁左右，他到安徽投奔在黄渤门下。得道之后，在河北郑州的临济禅院弘扬宗风。临济常以吼引接学生，临济用的吼和德山用的棒齐名，而有德山棒、临济吼之称。也因为这样，临济的学生只是模仿着怎么吼，却并不知道吼的作用和意思。你们只是懂得学我吼，现在就让我考考你们。假如有一个人由东堂出来，又有另一个人由西堂出来，两个人一起大吼一声，你们能不能分出来哪个是主，哪个是客呀？如果分不出来，那以后就不要学我吼了。其实吼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认清主客本是一体，哪个是主，就是你的真我了。头边断流。有一次，临济和学僧谈话，有时一吼就好像金刚王宝剑，有时一吼就好像巨地狮子，有时一吼就好像探竿引草，有时一吼不做一吼用。你明不明白？我。学僧正在犹豫要回答时，临济突然大喝：“把人我、内外、大小、好坏、迷雾、生死、有无等对立的观念全部打消，禅境和悟境才会出现。使你获得一个新的生命，而为寻求这个境界，并不用思维，而是用自己的直观。嗨！何谓生？何谓死？建元和师傅道悟，两人去桑家吊唁。哎呀，到底是生还是死呢？又不能够说是生，也不能够说是死。为什么不能说啊？不能说就是不能说。
喂，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可要打人了。你要打就打吧，我仍然是不会说的。哎呀！真是岂有此理啊！知道的事又不跟徒弟说，算什么师傅啊？不说就算了。后来道悟死了，建元去找他的师兄石霜，也向他问同一个问题。又不可以说是生，也不可以说是死。建元听了之后恍然大悟。有一天，他拿着锄头在法堂里面来回踱步。哎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这里找师傅的灵骨呢。洪波浩荡，白浪滔天，这里又怎么会有师傅的灵骨呢？我在尽力的找啊。生的时候，生命是他的一切；死的时候，对死人来说，死的现象才是他的一切。在生的时候要忠于生的事实，那么对死就不会感到不安了。啊！无一无求。嘿，呀呀，嘿，有一天，邻居去拜访达摩的纪念塔。你来到这里，你是准备先拜佛呢，还是准备先拜祖呢？佛和祖，我也没准备拜呀。啊？佛和祖和你到底有什么冤仇啊？邻居立刻拂袖而去。人求佛是人施佛，若人求祖是人施祖。最珍贵的宝就在你身上，就是你自己。向外追求，就会失去了它了。罚你是因为禅杖不可以拿来玩的。巨之一指禅。嘿，哎呀！巨之刚出家没多久的时候，一个人住在草庵里自我修行。有一天，一位法号实际的女尼来到草庵那里，就在巨之的前面走了3个圈。如果你能说得出一句，我就摘下斗笠。在里面呢还有无比的禅机，但是到底这里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现在既然回答不了，那我就告辞了。他到底让我说些什么呢？他的斗笠又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连一个女尼都比不上，还有什么颜面在这里独自修行呢？于是巨之连夜收拾行李，决定天亮以后下山找答案去。贫僧天龙，看你神色不定，你是不是遇到一些不平之事啊？巨之就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他那天的奇遇。我空有男人的身形，但是就没有大丈夫的气概。我竟然连一个女尼的问题我都回答不了啊！你是不是想知道正确的答案呢？是啊，请大师指点。一切的真理就在这里了。
使这只气象万千的手指上面。一时是实际女尼的笑颜，一时又幻化成百千众生的呐喊，一时是潺潺的溪河，瞬间又会化作千只彩蝶。一时是高山峻岭，一时是悬崖峭壁，仿佛是寂寂不动的凶风，迎面是冷冷迎耳的清风。师傅，我明白了，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。师傅，师傅他走了。一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一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有人问巨知禅师佛法，他就竖起一指示众，就是这个喽。万书一本，一本万书，天下万物有万种差别，但是就来自一个本源，天地一指也。一指和万物并没有差别。哦，师傅。我的手指很疼。哦，巨知断指。就是这个喽。每当巨知不在的时候，他就竖起一指，带师傅回答问题。就是这个啦。师傅啊，有人前来参拜问法，我就带你竖起一指回答了。这是鹦鹉学舌，算什么禅呢？童子，到底什么是佛法？师徒二人各伸出一指，沙弥看到自己断指，刹那间顿然开悟。别人悟通体会的事理，永远不可能变为自己的，除非你能从中自己悟通，那就可以纳为己用了。你能否悟通，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嘿嘿嘿嘿，啊，香岩上树。有一天，香岩智贤对学僧这样说：有个人爬上了树，用口咬着树枝。这个时候，有人来问他：请问佛法最经的大意是什么呢？如果他不回答，他就是没礼貌；但是如果他回答，他就从树上掉下来，而丢了性命。那你们说，他应该怎样才可以从困境中脱身呢？我不问他在树上做什么，我要问他在没上树之前又怎么样呢？在无言语之前的真理，应该用无言语之前的生命去回答。目标相同，路不同。有个僧人问巴林和尚：“
祖师禅和如来禅是不是相同，又或者是不相同呢？饥寒上树，鸦反入水。明白吗？寒冷的情况是一样的，但避寒的方法就各有不同。要达到同一个目的，但是大家的方法都不同。路不是只有一条，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走同样的一条路。拘泥于某种方式，可能会到达不同的目的地。六根合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仰山问洪恩禅师：怎么样才能得到见性的经验呢？就好比有一间屋，有6个窗口，里面有一只猕猴。东边有人叫一声“珊珊”，珊珊回答，6个窗口同时传出回答的声音。哦，就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这6种感官所经营的世界，是不是真的世界呢？打破感官的局限性，用眼去听，用耳去看，你就会豁然大悟啦。视而不见。有一天，南拳和尚正在山上做事，有个僧侣来问路。请问有名的南拳禅院不知道该怎么走啊？我用了30文钱买了这把镰刀。啊？我不是问你这把镰刀啊，我是问你应该怎样去南拳禅院。这把镰刀用起来十分锋利。哎呀，啊！太在意形式，反而会失去本体；只昧于名相，见到真实的时候，反而会看不见呢。见那须弥。唐朝的李博很喜欢读书，由于读书破万卷，所以世人称他为李万卷。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。有一次，他问智上和尚：佛典《维摩经》中写着“须弥山没入芥子”，请问那么大的山河，又怎么可以放入小小的芥子之中？世人叫你做李万卷，请问你那万卷书又怎么能装入你这个小小的脑袋里面呢？道是无量无边无所不在的，它存在于芥子之中。枯木禅。有个老太婆建了一座茅庵，供养一位和尚修行20年。阿弥陀佛。平时呢，都是由一位28家人送饭，
伺候这位修行的和尚。待会儿你送饭的时候，你抱着他，试着他的修行功夫。好啊。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就好像枯木靠在寒岩上，也好像寒冷的冬天并没有一丝暖意。老婆婆听了这句话，就把和尚赶走，还放火把毛庵给烧了。原来我这20年来供养的只不过是一个俗汉。和尚当然不应该接近女色了，但是修行了20年，连一点慈悲心怀也修不到，果然是俗汉一个。主人公。狮焰和尚常常喜欢自言自语。主人公，是的，你要保持清醒啊！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不要受人蒙骗呐！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人往往被环境的刺激、新的污染和过去的憎恶所蒙蔽，因而不能够完全操纵自己。每个人都应该认清自己，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，做自己的主人。啊！
化居士和禅对坐，这个正好就是楞严三昧的席位。没有一种东西会百味俱全的。在恒沙世界中，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它的味道呢？不过，我就知道冰糖葫芦是什么味道了。白居易向鸟窠和尚问禅：“我请问一下，在一日之中的修行，怎样才算是和道完全吻合呢？”不可以做坏事，一切善事都要奉行不悖。这个道理连3岁小童都知道了。3岁小童都知道的事，但是100岁的老人也做不到啊！我们都知道知难行易，但反而忘记知易行难。道理人人都会说，做到的又有几人？哇，平常心。师傅啊，我应该怎么努力在道的修习呢？饿了就去吃饭，疲倦就去睡眠。那一般人不都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一般人都不是这样的。一般人吃饭的时候会想1000个欲望，睡觉的时候就会解开10000个结。多少人每一个早上不是在摆脱数不清的昨日束缚之中醒来？应该把一切使心灵沉浮的危险抛开，用本性去生活，因为平常心就是道。哈哈，那个不是经。盘山和尚在街上看到有人正在卖野猪肉，请你切上1斤最上等的肉。老兄啊，有哪一处不是最上等的肉啊？盘山听到屠夫这句话，终于有所自觉。任何时间，任何地方，就是最好的时间，最好的地方。只要你能够细心地去体会它。木樨香自香。禅宗的奥义究竟是什么？根据伦理里面讲，吾隐乎尔，禅对你也没有什么东西隐藏啊。我还是不明白啊。那跟我到后山走一走。好。你有没有闻到木樨的香味儿啊？那我对你也没有什么隐藏了。把握现在，体悟当前，不要错过人生中的每一事、每一物。夜夜是春宵，天天是好日。哇，高主低主。清平问翠微：“什么是佛教的根本意义啊？”等到四周没人的时候，我再教你吧。
现在其他的人都走光了，可以告诉我了吧？你跟我来。你看，这边的竹树高一点，那边的竹树矮一点。人有志欲，竹有高低，高低之欲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善恶，高有高的好，低有低的巧啊。无我无他。云岩去拜访他的师兄百丈和尚。你每天都那么辛苦，究竟是为了谁在忙啊？有一个人有需要啊。那为什么不叫他自己做呢？因为靠他自己也不能过活啊。有了我他的差别之心，就是痛苦的根源。应该是以无我无他的大悲之心，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呐。我在。云岩正在泡茶，这个时候师兄道悟正好进来。你泡的茶是给谁喝的？有一个人要喝。那个想喝的人为什么自己不去泡呢？因为我刚巧在这里吧。得意之人无主客之分，你既是我，我也是你，可以主客分别，也可以反客为主，也可以随时合而为一。干杯！近亲语点声。近亲禅师就问他门下的僧人：“外面是什么声音呢？众生颠倒，迷几竹。”老师啊，那应该怎么感觉才对呀？我就是雨声啦。啊？人应与景合一，物我相忘，不入天地间唯一一滴雨声里。此时二合为一，于是就能完全体会啊。不识真我。一个姓韦的官吏探访玄沙禅师。有人说我们随时使用它，但又不认识它。那个这个它到底是什么？先吃点果子吧。多谢。大师，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这个它到底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呀。你天天在用它，但是你不认识它呀。啊？知道无难，唯先检责。当问起路是哪里，就是绝大的错误，因为那里没有路，你本来就活在道里面的。
空手而回。石头西迁本来是六祖慧能的弟子，六祖日灭之后，他就投奔清源行思。你从哪里来啊？我是从曹溪六祖那里来的。那你在曹溪那些得到些什么？我去曹溪之前就没有什么缺少的了。那你又何必去曹溪呢？如果我不去曹溪，又怎么会知道我什么也没有缺少呢？没有一位老师能够把任何东西灌输给学生，但是他可以帮助学生看清楚内心的一切。师傅，我的眼镜摔坏了，你能不能帮我看清楚前面的东西呢？啊！阴雨二人行，天不临一人。啊！哦。绵绵阴雨二人行，乃至天不临一人，你们能不能说出其中的道理呢？啊，因为有一个穿了蓑衣，有一个没有穿蓑衣。因为是局部性的骤雨，所以有一个给淋了，有一个就没有。因为有一个在路中间行，另一个在屋檐下面走。你们都执着在不临一人的文句，当然就没有办法看到真相了。其实不临一人这句呢，就是说两个人都被淋湿了吗？哎呀，晕了！手指月亮，月亮不在指头上；文字指出真理，真理也不在文句上，只是在文句上推敲，结果只会在文句上打滚，看不到真理的。丹霞烧火。丹霞禅师有一次住在慧林寺，因为天气很冷，就将寺内的佛像拿来烧火取暖。你好大胆呐，竟然胆敢烧毁佛像！哦，其实是这样的，我想看看佛像能不能烧出舍利子啊。木佛又怎么能烧出舍利子呢？你疯了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既然烧不出舍利子，那这两尊不如也烧了吧？道人无心，何过之有？不拘泥于形式，率真的依照本性去做，就是无错了。哈，心随境移。丹霞将个木佛烧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哎，觉得冷就自然要到炉边去取暖的。他那么做有没有错呢？哈哈，觉得热就到竹下乘凉。生活就是顺应自然，只要平常而不造作。肚子饿的时候就吃饭，睡觉的时候就闭上眼睛。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呐！啊！心境一如。请问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才可以把山河大地转归为自己所有呢？那就应该要把自己转归山河大地呀。若想与我吸取真理，则为全然抛弃我，那么是无法得到完全的真理。应该使自己与世界同化，诚心的忘我，才能够与真理合二为一。
鲜花开似锦，见水淡如蓝。老师啊，有形的东西一定会消失，那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不变的真理呢？当然有啦。好像山上的花开得那么灿烂，就好像锦绣一样的美丽。看来好像静止的溪水，事实上它仍然是不断的流动啊。花容易凋谢，但仍然不断地奔放展开。涧水虽然流动，溪面却永远不变。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的过程，移动才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啊！啊，哦，什么不是佛法？有个僧侣向鸟窠和尚辞行。感谢您的教诲，我现在要走了。你到底到哪里呀？我去云游天下学习佛法。哦，说起佛法的话，我这里也有点儿。那在哪里呀？于是鸟窠就抽出一条布毛。这不就是佛法吗？万物的原理并不在于遥不可及的地方，而是在我们的心中。万物皆有佛性，什么不是佛法？只要你能去体会它啊！有和无。张卓秀才去问西堂智藏和尚，到底有没有天堂和地狱呢？智藏和尚，当然有了。不对呀，我曾经跟径山老师参禅，径山老师他说无啊。对了，先生，你有什么家属呢？我有一个妻子，还有2个儿子。那径山他又有什么家属呢？径山老师是出家和尚，他又怎么会有家属呢？先生，就家属而言，你要和径山和尚一样，才能说一切皆无啊。每一个事物本身都有差异，因此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标准，往往是因人而异啊。随流去。大梅和尚自从悟道之后，就在山中结庵隐居。有一次，有位云水僧迷了路，正好碰到了他。你在山中住了多长时间呢？我只看到四面八方的山变绿变黄而已。有哪条路可以走出这个山区呢？随流水而去呀。行为原本很容易，但被世上很多方圆规矩框住了，结果就变得寸步难行了。进退两难。法云禅师有一次对僧徒说：假如你进一步就失道，退一步就失误，不进不退，就好像一块石头一样的无知。到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那应该怎么样才可以不至于无知呢？应该舍偏除执，尽你的可能去做。那又怎么样才可以不失道又不离悟呢？那就要进一步，同时又退一步。进即退，退即进，双即双难，以达到绝对圆融的境界。
许手端禅师非常用功，但是就是缺乏幽默感。有一次，他的老师杨琦问他：“白云手端，你以前是拜哪一个为师啊？”“是茶灵玉和尚。”“我听说茶灵玉和尚过桥摔倒，因而大悟之后，他还写了一首诗啊。”“我还记得这首诗所写的内容呢。”“我有明珠一颗，就被陈牢关闭。今朝沉尽光身，照破山河万朵。”哼！手端不明白老师为何而笑，整夜失眠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师啊，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听了玉和尚的诗就会发笑呢？昨天你有看到那些玩杂耍的小丑吗？我看到了。你是某一方面连小丑都不如啊！老师所指的是什么？小丑喜欢人家笑，你反而担心人家笑。手端听了，因而大悟。禅超越了理性和反理性，求道切忌拘泥不化，把普通的人之常情看得过于严肃，过于玄妙。哎呀！抓住虚空。石拱和师弟西堂智藏对坐而饮。你能不能抓住虚空呢？你试试抓一抓看看。好啊。就是这样啊，结果你什么也没有抓住啊！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抓呢？我认为应该这么抓。哎呦，好疼啊！嘿嘿嘿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与其伸手去扑个空，倒不如捏着对方的鼻子来得更真实啊！火神求火，火神求火。啊！哎呦！哦！哎呦！元泽问清风和尚：“我想请问，什么是佛呀？”火神来求火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从清风和尚的话，你领会了什么呀？火神就是火，但是他又向别人求火，就好像我自己是佛，还要问佛一样啊。我还以为你明白了，现在才知道啊，你不明白的。这就奇怪了，分明是对呀，为什么又会不对呢？请问什么是佛呀？火神来求火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这是真的明白。问也好，答也好，既为换汤也为换药，但是机缘是何等惊人的东西，玄则竟然立刻豁然大悟了。眼前问即是道路。学僧问前锋禅师：“十方都通佛土，一条大路直通涅槃之门，请问路从哪里走起呢？”就在这里。人生的道理不需要往虚无缥缈的世界去寻找，只要注意生活的细节，从生活上去体验，那就可以了。当人怀疑刚刚兴起，答案可能就放在前面呢。
寒暑来到的时候，应该怎么样回避呢？那你为什么不去一个没有寒暑的地方呢？哦，那哪个地方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地方啊？寒冷的时候，你就自己彻底化为寒冷；酷热的时候，你就彻底化为酷热。三幽闭门暗一纳，街无松竹必防阔。安禅不避虚山水，灭却心头火自凉。人生有寒暑顺利，将自己划入寒暑，不要对立，于是寒暑就消失了。哈哈哈哈。嘿嘿，尼姑变和尚。有一个尼姑问龙潭：“要怎样修行，下一辈子才能变成和尚啊？”你做了尼姑有多久了？我的问题是，我是不是总有一天可以变成和尚？那你现在是什么呢？现在我是尼姑，有哪个不知道啊？有谁知道你是啊？男女之别正是相，正是虚宁。一个人在虚宁上争斤较量，还能修什么道呢？嘿嘿，麻三斤。缘由僧问洞山守出和尚：“到底什么是佛啊？”哦，麻三斤呢？他又去问智门和尚：“我向洞山和尚解释佛的意义，他就答我麻三斤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”群花盛开边锦枝，我还是不明白。南地之竹，北地之木，明白了没有？哎呀，我怎么越听越不明白啊！云游僧只好又去请教洞山和尚。言语只是表达事实的工具，凡是执着于言辞，就会丧失真实，而且还会迷乱不止。如果用石头指向狗呢？狗会追石头，但是以石头指向狮子的话，狮子是不会理会石头，而会直扑投掷的人身上。所以不要好像狗那样，而要学狮子那样深讨禅语，知道吗？禅者的言辞只是境界语，是一种话头，带引你进入更深一层的境涯，故不能够光是追逐禅语本身的字义啊。牛过窗棂，水姑牛穿过窗棂，头脚四蹄全都过了，就是剩下尾巴过不去。人常常在选择了自己的理想之后，都还有一小部分割舍不下的情形，就好像整头牛跨越窗棂而过，但偏偏剩下尾巴过不去。这种境界不算是大彻大悟。做自己的主人公，有物先天地。无形本寂寥，能为万象主。不逐40雕。人与混沌本为一体，无分无别，无分别者一也。一者道也，道即佛也，禅也。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，就不会再因环境对象不同而改变自己了。
哎呀，一朝风月。善能是南宋的一位禅师，不可以一朝风月。而昧却万古长空，不可以万古长空而不明一朝风月。且道如何是一朝风月？人皆为炎热。我爱夏日长。熏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。会与不会，切记承当啊！人经常要等到艰苦的日子已经过去，才能体会艰苦的那段时日也有乐的一面。如果在当时已经体会到，那么夏日有夏日的好，冬天也会有冬天的妙。蛇的两头。哦，啊，哎呀，哎啊！在森林里，有一条蛇逍遥自在地生活着。喂，蛇头啊，为什么常常都是你走在前面呢？我只能跟在你后面呢，这样太不公平了吧？哎呀，社会老弟呀，我有眼睛，当然是由我走在前面了，你怎么可以走在前面呢？如果不是我的尾巴在摆动，你怎么可以向前走呢？哎呀，我想走哪儿就走哪儿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你说，你有办法的话，那你就走吧。哎呀，哎，你真是太可恶了！我偏偏要走，我偏偏就不让你走。真是没办法了，实在走不动了。我要带头，我要带头。哎呀，算你赢了，我懒得跟你争啊！你喜欢走前面，你走吧。于是蛇尾就威风凛凛地在前面走，非常的得意。但是蛇尾没有眼睛啊！哎呀，让你走前面又有什么用啊？结果现在大家都走不动了。喂，小心，那是悬崖呀！小心呐！后来这条蛇掉进了深谷，活活摔死了。哎呀！天地以我并生，万物以我为一。万物虽分身百异，其实本身是一体。就像蛇头、蛇尾，两者本身都是蛇。哈哈，青蛙的独白。各位观众，是不是听不明白呢？让我给大家讲个青蛙的故事吧，大家注意听了。在一个池塘边的草丛里面，住着一群青蛙。这个环境真的很舒服啊！这天是为我们青蛙而有的，地也是为我们青蛙而有的，都是为了让我们有生存的空间啊！好棒，好棒！
些水是为青蛙而有的，空气也是为青蛙而有的。好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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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中的昆虫是为青蛙而有的，地上的果实也是为青蛙而有的。好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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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好可怕呀！可怜的青蛙，哎呀！难道蛇也是为青蛙而有的吗？不错，这些蛇也是为青蛙而有的。如果没有这些蛇把我们青蛙吃掉一部分的话，青蛙就会繁殖过剩，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啦。哎，有道理。天下的事里没有绝对的好坏，一件事发生了，那么就看你是往好的一方面去想呢，还是往坏的一方面去想啦。啊，啊！蜘蛛之丝。世尊有一次坐在花园的井边，伸着头往井里看。救命啊！快来救我！救命啊！很辛苦啊！这个人生前作恶多端，死了之后才会在地狱里受苦的。他一生中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。他真的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善事吗？哦，有了。有一次他在路上的时候，差点踩到一只小蜘蛛，但是他突然生了恻隐之心，没有把那只蜘蛛踩死。虽然是小事，但毕竟还算是善业。好吧，就用这只小蜘蛛的力量把它救离苦海吧。有一条蜘蛛丝从上面坠下来了。喂，你们不要爬啊！这条蜘蛛丝是我的，不准你们爬上来，快点下去！你们这伙混蛋呐！你们再爬的话，这个蜘蛛丝就要断了。哎呦，你们这伙笨蛋，全都给我下去！救命啊！快来救我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越是付出更多的爱，自己存下来的爱也会越多；越是与他人共享福，自己存下来的也就越多。大到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于是连他生前所造的一点小善业也抵消了。罗生门，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罗生门外到处都是死尸，加上天空上有无数的乌鸦在盘旋翔啼，这里就显得更加阴森恐怖。一到了日落，就更没有人敢在城门外附近走动了。经济那么萧条，我没办法，只好把你解雇了。
哎呀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就只有饿死在墙角了，好像这些死尸一样被弃置在这里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不想饿死的话，只有捉做贼一个办法了。好吧，我为了生存下去，只有做贼了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虽然他并没有为恶的勇气，但是为了生存，只好狠下心肠。好像有人呢。只有一个又矮又瘦的，好像猴子一样的老太婆，那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你呀，真是太无耻了，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了。我只是发现死人的头发。人死了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为什么你还要糟蹋死人的尸首呢？啊！我拔头发是想做个假发来卖钱，换取食物来填饱肚子。哦，拔死人的头发也许是件很坏的事，但这里的死人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人。他生前就把蛇晒干了当鳗鱼来卖。我不认为他所做的是坏事，他如果不这么做就会饿死，是迫不得已。我和他一样，我也是不得不这么做，否则我就会饿死，是迫不得已。原谅我吧，原谅我吧。谢谢你帮我想通了，我也是个不这么做的话就会饿死的人了。我想你不会生气的吧？快点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给我！把衣服还给我，我只有这套衣服了。我的命好苦啊！人往往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做出卑微龌龊的事情，但是就有更多的人为了满足贪婪无厌的欲望而做尽了天下的恶事。阿弥陀佛。